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，哦，寒风月里，无人听，却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言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。红尘万般求索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缘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好冷啊！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遇上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这里空气好清新啊，好久没有闻到过了。这谷雨雾，感觉连石头都散发香气呢。我这是用力过猛，把石头给拍漏了？怎么可能？这瀑布与你是从小到大的情谊啊！这些年你不在，它也便渐渐凝于石中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它也就回来了。我在这里生活过。这片湖，便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又不是鱼，怎么可能生活在水里啊？你可是想起什么了？想起什么？阿燕，你本是一条寒鱼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会有极寒之体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会。当年，刘氏怕我父亲功高盖主，挑衅他的权位，于是暗下杀手，害我全族性命。后来国师明理见我有一息伤损，于是偷偷将我扔在这片湖里，为我留下一线生机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你出现了。丁院那边，不知情况如何？可是你说的，我没有记忆。但我不会忘。你本是一条寒鱼，因为魔主油脂，变化成人形肉身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你在这里救了我。为了救活我，
你甚至撕下了自己心口的一片鱼鳞。这样的情谊，我怎么能忘？你说我救了你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你一直要找的姑娘？不是我以为，而是你正是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没关系，你可能只是没想起来。等你在这里多留几日，很快你便能将过去的记忆找回来了。你是说，这里能让我恢复记忆？没错，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难道说，风起是特意引我来此，为了让我恢复属于韩愈的记忆？你能想起司马交，也定能想起我。这不是一回事。热波皑皑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冷静，生生世世不还。最爱完整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醉。酒量变差了吗？怎么半壶就喝成这样了？阿叶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可能有点喝多了，不太清醒，甚至莫名有点冷。那阿叶，你觉得这里熟悉吗？古雨雾啊，是挺眼熟的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你曾经真的来过这里，只是你忘了？你要是不记得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对不起啊，风起，我可能喝多了，有点不清醒。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啊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四处走走，清醒清醒。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师兄他们种的菜、烤的肉都很好吃。你的手好暖和啊。醉了？没有，喝的不多。不忍命运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。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失魂都幻灭。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一会儿就笑？以前也这样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是有吧。你也是。虽然很多习惯看似变了，可我依旧觉得，你
还是原来那个你？我还以为这18年的魔域经历，已经让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个人。只要神魂未灭，不对，即使神魂重生，我也有信心认出你。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副自信的样子，我也有信心能一眼认出你。守到天地思念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我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。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教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，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，你并非邪魔之流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教一次，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使我土变成胶原，使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
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教的封印，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；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教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教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教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教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教，他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能忍的，也没喊过一声的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缘，惹崩了万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也。你快醒过来吧。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们就一起死了。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符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，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堂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符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娇的灵符了。
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。 这么容易就开了？这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 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中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 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停下！快停下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？云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 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无缘过节，点亮张眼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 血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的冷静，那是你武汉风月里。无人听，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 司马娇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只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别无缘过节，点亮张眼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 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
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的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了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？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真好使啊！最好用的不是灵药，
司马昭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命运偏照我，怎么用力一场？不怕机遇被抵挡，赢过一场一趟三生的对望。我相信每一世哀伤，我们经历的沧桑，任凭谁遮雨伞下缝合了爱意的形状，为你灼伤了泪光，造化我心之所向，唤醒了回响的遗忘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。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昭真的喜欢我。金古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世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世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
你费那么大力气救我，我便活着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找施氏一族的人。师祖，司马萧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？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，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真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，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就能进炼狱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两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闪开！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萧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俩往那边去，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这边。什么人？刚才是否有其他人进来？你们是都没长眼睛吗？还是说这是你们的房间？我堂堂幕府兄妹二人，要给你们让位啊！师姑，最近确有传闻，幕府老爷的外孙子女要来此处求学。不过是一些攀附我们施家的无名之辈罢了。走。给你玩。这是那对刁蛮兄妹。是。我们不是去向施千里复仇的吗？扮成他们这样干嘛？你让我低调些，我便以这二人的身份掩人耳目。他们是外府穆家老爷的外孙子女，穆家与施氏一族多年联姻，便是施氏一族的势力。但幕府在洛河仙方这一边缘地带，位置隐蔽，以他们的身份，不会被施千里察觉。哦，明白，大概就是方便咱们复仇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可算来了，外祖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到你们没有受累，外祖就安心了。往后啊，你们便和其他学子一样，住在这陈学府内，务必要好好学习，不要丢了我穆家和叶幽公的脸呐。看来我们真的是要去上学了。不去便是。这种学府枯燥得很。可是我们在借身份行事啊，不去的话暴露了怎么办啊？
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稍后便随管家去陈学府验明吧。真的看到了，是不是？这几个看过，就是。负责了，负责了。众所周知，修为的高低决定了灵力和术法的强弱。这是咱们的老夫子，这也太……认真听讲。而灵根的多寡和不同，则决定了我等对五行灵力的掌控力，以及能用出何种术法。修仙之人不仅要刻苦修炼以提升修为，还要学习各类术法。根尘仙府能成为第一仙府，除了辞藏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们真正在干嘛了。为我们提供了优于别处的修炼条件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我们有最多的术法典籍。大家也来练一练吧。基础不牢靠的人就是容易翻车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突然听起课来了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想着，我如果能够学习一点术法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帮上你呢。不必，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便好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即使我帮不上你吧，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能够自保的话，也就能不给你拖后腿啦。那上面的半吊子能教你什么？你最擅长用土、水、木系，用以攻击、防御与速度。你还可以用衍生术法。有点酷啊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可自由进入空间，无需再用这种东西储物。空间，在我体内啊。空间在你的灵府之内，你若不在其中，无人能够入内。我试试。你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与师室亲近的士族。你怎么知道这些士族跟师室亲近呢？凤七阁武斗台的死斗，你忘了？哦，那你是通过当时的对阵局势，完成了他们的势力划分？你不会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我不会杀这些弟子，我只是利用他们，转移视线里的方向，替我寻找灵火，争取些时间而已。看不出来你这个大魔王竟然开始在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生死了。啊，你这就走了？逃课不好吧？要不去空间转转？成功了！要在这多囤点东西。先囤点吃食、生活用品，万一我们被施家的人找到，躲进了山里，日子还能过得滋润点。还要备点药物。司马娇那个身体，一受伤半年都好不了，备点伤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写点什么呢？有了。
你就是夜游宫里那对双生子里的妹妹吧？你哥哥呢？看来司马教的隐身术体验卡到期了，尴尬了。我叫齐乐天，你叫永令春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齐家与穆家世代交好，你可以叫我一声齐大哥，日后或许我还能照顾照顾你。在课室如此没有规矩，出去站着！安静！可惜没让司马教看到我这现学现卖的能力。今天好热闹啊！是啊。令川，我听说你是同你兄长一起来的陈学府，怎么线下没见着他人啊？兄长他另有要事要做。哦。听说你在课上害我表兄出了丑。你表兄？他说的是前几天被我扎了屁股的齐姓弟子。家人们，咱们算账也得摆事实讲证据，是不是？不能光凭听说就来找我麻烦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些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你把我当家人，我去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不往心里去。那谢谢您，不客气。你怎么反向他都卸了呢？啊？哦。我说，你们夜游宫的人怎么也要来我们庚辰仙府求学啊？我看你的灵根也不怎么样嘛，这要学啊也学不到什么，不如早早的找个道侣依附着算了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今天过来，难不成就是来找道侣的？可惜啊，在座的同道中都是你高攀不上的，你最好啊有自知之明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少装模作样，你要是不服，咱俩可以比试比试。不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何况你说的句句在理。跟你这种人说不清楚，你好自为之。不是说永令春是个暴脾气，一点就爆吗？怎么跟个面人似的，说什么都没反应呢？就是，说的是永令春，又不是我廖天燕。哎，你们可知今日内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听说师祖大发雷霆，杀了不少人，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一个女子给他吹的枕边风，掌门还想要替他隐瞒此事。听说啊，师祖和掌门还因此发生了争执，如今正在白鹿崖闭关不出。上面肯定是把真实情况掩盖了。我以前还以为啊，师祖出关，我们庚辰仙府会更加强盛。哼，现在看来，有这个师祖，还真不是什么好事。嘘，师祖修为极高，而且是司马一族仅剩的血脉，随性些也很正常。诸位又不是没有读过庚辰史，师祖可是庚辰仙府的顶梁柱，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膜拜的前辈大能。是啊，若有机会，我倒愿意为师祖效力。是的啊，若是你们知道自己和师祖同窗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得是什么心情？可惜啊，我现在也不能随时看到司马教了。